Hello， 大家好，我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你看看我身后这辆是啥车呢？在我频道里面试驾的 BMW 也不算多，那些都是比较新款的 F30、G20，但是你没有看到有这么经典的 E36，这是第一次啊。介绍一下车主 Aaron。Hello， 大家好。Aaron 哦，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是 email 给我，让我试驾他的车，然后他是写了一个很长的文章一下，还有一些照片啊。这是哪一年的 BMW？1995年的 BMW E36啊，比我大1岁哦，他小我1岁，大 Aaron 1岁。是咯，他就是28岁哦，今年啊，E36 325i，然后它的引擎呢是一个 M50 B25 TU 哦。如果看回以前的资料，以前是没有 TU 的，就是对，没有 Single Venos。来到这里就是 Single Venos， 也就是所称的 VVT 啦。后面的好像还有出 Double Venos 哦。对，后面的就是连 exhaust 那一排都有 Venos。那简单来说，什么叫 Venos 啦 ？Venos 就是我们所谓的 VTEC 啊。如果是 Single Venos 只是在 intake 有 VTEC， 如果是 Double Venos 的话是 intake 跟 exhaust 有 VTEC。买回来多久啊？大概1年半吧，就前年的10月买回来的。来到这个年代，能够照顾人一点都不简单。有钱的人呢，都是玩旧车，你没有钱的、真的，因为你要真的很难每天啊，那个怕详办啊，通常都是去 Shopee 找，要不然就要去 Auto Bauer 找咯。再难一点的话，可能要去那种汤车店去买。它出了没有问题，一般的东西都可以在 Shopee 找得到。我还以为要在 eBay 啊那些。如果你是要 performance part， 可能要在 eBay 买。好像我的 Venos 我有 rebuild 了一次，它里面那一个胶条是从美国订回来的，等了1个月。玩旧车什么 part 都要等到。我也是没有动过，也没有看过 E36， 以前是小的时候看过啦啊。OK 啦，那我们先去看一下这辆车。但是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个赞，如果喜欢的话，分享给你朋友看哦。Let's go。所以你要开引擎盖还是怎样？需要开。它是在哪里开？左边、右边？这一边。也是拉2下，一下罢了。老车都是有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点啊，就是你的钥匙千万不要放在车里面。好像这辆车它会有 auto lock 的情况，如果你钥匙在里面的话，你就要想办法找 spare key 的啦，拉2下。OK， 这样子。啊，这辆车基本上买回来都是前车主开好了啦。比如说它的引擎呢，虽然是 M50 B25 一个2.5公升的自然吸气的6缸引擎，但是它把里面的 internal piston con rod 还有 crankshaft 的换去了3.0公升的。虽然它的那个 block 是一样，严格来讲它是一个3.0是吧？啊，对，它是这个3.0。然后有 remap 过了啦，我们有206匹马力哦，还有260个 torque， 它是配上 5 speed 的 manual transmission 手动挡啊。这个是你的 windshield washer， 因为之前的那个胶条裂了啊。旧车这一个问题就是很多 rubber 的东西都会裂了，所以就换了这个 silicone 的。然后这个 bar 是你后期安装上去的哦。这个是前车主后期安装，就我几乎这辆车买回来就是架罢了，还有maintain罢了。BMW 没有原装的一个 bar 的呢？它有啊，比较没有那么的坚固，因为它有用 nut 来锁住。1、2、3、4、5、6个，这副引擎真的是非常大副哦。这辆车在推出的时候呢，是在1991年到1992年这样子啦，它只有189匹马力，但是要去到6000转。后来呢，它换上了 TU 啊，就是有这个 VVT 之后呢，它5900转已经来完了，也是189匹，但是扭力方面呢，以前是要在4700转的时候245牛顿米，这个呢就是250个 torque， 在4200转就可以爆发了。经过 remap 之后，哇，更高嘞，真的是。它其实有改过 exhaust 啦 ，X-Pack 加 Flowmaster Super， 就是后面的 muffler 是直通哦，直通。它是算 baffle 咯，就有格的，不是直出那种。还有换过 aluminium 的 radiator， 还有它的那个 electric fan。据说以前的 fan motor 是跟着你的 RPM 来决定它的风速的，所以换上了这个 electric 的话，它比较就顺畅一点，减少那个 engine parasitic drag 他们所谓的。因为你的 engine 不用拉那个风扇。这辆车除了有 front strut bar、rear strut bar， 还有 subframe 啦。至于它的避震器方面呢，大概
概2根手指的高度啦。它是用这01的 SSR 700，哇，这个好像是它的最顶配的哦。最顶配也是前车组装的，应该是调到最硬吧？这个没有，我这个前面我只调38%吧，就是10个 click，然后后面只是3个 click，已经很硬了。因为它也有用那个Super Pro 的 Poly Bushing 啊，所以我是觉得蛮 harsh 的，就一点都不舒服。至于它的刹车卡钳方面，它是拿着 E46328i 的 brake kit， 就稍微大一点。这个应该原装会比较小哦。喉管方面也是用着 stainless steel 的，然后它的 body kit 好像 M3 的哦。M3 的 body kit， 可是我觉得它的 body kit 好像没有很完整。就你看这一边是真正的 M3， 另外一边它是不懂哪一个版本的，两边有一点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啊！你不讲我真的没有发现。后面这里大概1根手指而已哦，后面还有刹车卡钳，前后都是225 45R 17寸。原本它是后面会比前面的大，可是现在就是跑着一个 square setup， 就前后会一样哦。然后这一套rim 是我的朋友送的，所以就我只是用罢了。后面还有 diffuser， 也是 M3 的吧？还有一个小小的飞机，很好看。那如果要开尾箱的话，是要直接按这个 button 就可以了。这里对，然后拉上来。它是有那一个 absorber， 所以会比较重一点点。哇，它的开启方式很像 GTR。我记得我是在2010年的 Mazda 6上面也是有看过类似这样的设计，很特别一个设计。后尾箱空间不到400公升哦，这样子看的话，空间是被这个 wheel arch 占据了。所以后面的后悬吊是一个 multi-link 的设置。如果来到5系列 E39的话，它是一个 4-link 哦。后面其实还有备胎，但是就拿掉了。前车主放的那个备胎是不啱 size 哦，这里还有一些它是 two box。来的时候也是不 complete， 如果要买这一套东西也要几百块，所以我就没有花那个钱去买。如果你是一个就是要 restore 车的人的话，就其实蛮贵来玩的这辆车。如果你只是 buy and drive， 有什么坏你去缅甸就比较容易了。Restoring 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玩得起。后面的油盖这样子开而已哦。它就没有锁的，所以它就是等你锁上门之后，它也跟着上锁。对，它本来有一个 plastic shaft 的，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断了。OK。那来到后座空间，我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我身高173，换上了这个 SS Cast 的椅子哦，几乎没有腿部空间啦，因为以前的车你不能预算的空间太大。我看到这里有一点爆裂的情况，基本上里面都 OK， 除了这个地方。这里还有一些烟灰缸啊，中间还有手扶箱啊，打开一些，哇哦，这样子打开出来的哦，哇，这个置杯架还可以移哦，真的，以前的这种设计我们很难锁。然后没有头枕，头部空间大概剩下2根手指，然后这边就是有打开窗、关闭窗。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哦。这一点这边就错了。隔壁这张也是换上了 SS Cast 的椅子，这个是什么？没有东西的吧？没有东西的这个。按下去。这个不能按，因为它已经坏了，所以自己改成去 magnetic 的。哦，你自己改。先用按的啦。按的了。因为如果你要买这个 glove box 也是好几百块，所以就完全是没有想要花这笔钱去换它。什么东西导致它一直要锁门啊？这么安全的吗你啊？最近的我拍的车都是有6力火的哦，从350Z 开始 ，IS250，现在到了这个 Inline 6的325i， 不用踩 clutch 哦，不用踩 clutch。哇哦，哇，它的 start 很 powerful 哎，很有那种冲劲啊，爽啊那个声音。打开一下灯。Tail light failure， 它这里会告诉你哦。因为后灯有一盏，它不是 original， 就没有那个 sensor， 所以它的那个OBC 就会 read 到说没有那个 signal， 它就会告诉你。这一代的宝马就是要这样子嘛，才有仪式感嘛，拨一拨。哇，那个声音。直列6缸，直列6缸跟 V6 有一点稍微的不一样声音啊。如果你没有仔细听的话啦，这里还有瞬间油泡哦，5速的手排。1、2、3、4、5。如果要进 R 的话呢，就要吹到最旁边，这个就是 R， 没有 reverse sensor 哦。这里就是开窗跟关窗啊，都是在这边按的。这2粒 button 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啦，前车主放的。这个有一点我不太会操作啦，这个年代的车，冷气的话很容易。还有双区的恒温空调，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储物空间。最可爱一点就是呢，它的这一个手扶箱是可以打开会关闭而已的啦。你关闭了之后呢，还是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的，好像不能调整哦。但是如果我们架手动挡的话呢，比较左点一点。的灯啊，哇哦，很有仪式感的。我觉得这一代的车很有，真的。这里有灯吗？应该是没有了啦。哇，橙色灯诶，两边很有辨识度。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下去呢，
它是一个很凶猛的，像老虎吧，可以这样子讲。每一代的宝马都有每一代的味道啊，E36、E46啊，F30啦，5系列的E60啊，哇，那些每一代啊，都有它那一代的漂亮。它不会因为它出了新款而让你觉得旧款不漂亮，不会的，因为它是从左驾驶convert到来右驾驶嘛，所以它的那个离合器是在我的中间的哦，我的刹车是在很旁边，好像我们一般上踩油的地方，油门又在更右边哦，我们都会有那个 complaint。OK， 试一下离合器是。它的那个窗，那个往后镜都是用手调的还是？这个是它的 wiring 有问题，也是就旧车很多 wiring 问题啊，所以它是变成用手调的。所以你如果要调的话，是要从外面去调那一个镜片。明白，还有习惯了，习惯了。那我想问哦，你要多久时间才适应它的油门呢？哇，这个蛮久了，我驾了差不多半年才适应的，因为之前都是驾日本车、本地车。是啊。我现在真的有一点，不过它的那个方向盘很直接，有没有？哇！油门也是很直接。试一下它的那个，不过很容易上手啦，讲真的。我昨天才出那个350Z 的影片啊。让我想起来，真的是超难加的，有没有？这个就比较 family car 一点。如果你基本上没有改什么东西，是很好加的一辆车。然后它的油门是跑钢线的哈、哇哦，那种声音就是不一样，它的声音。V6 就是 V6，Inline 6就是 Inline 6，不能。那个声音就是好听。离合器也是 original 的，很软一下哦，它的那个结合度很快。啊，对，它的那个 bike 就很就是不会觉得软，不会软软的，它一咬就是咬着。有的听音乐吗？有的听，可是声音没有很美啦，毕竟是90年代的 speaker。OK 啦。按99。OK， 不错啦，可以啦。它的方向盘是换了一个MOMO的，这个是MOMO的 Monte Carlo。前车主卖给我的时候，他也是已经换了另外一个 steering， 可是那个也是没有 airbag 的。你看以前的年代也跟着亮了。哇，前面也是一台325i 哦，这是E46啊。原本我是想要买这一代的，然后我朋友就说它没有那么好操控啊，那个感觉没有那么 raw，就比较新车的感觉咯。如果你是喜欢就是感觉到那个 rawness of 那个车，就E36会比较好。他们说我很喜欢它的那个 signal， 讲真的，才有那个打signal的感觉。如果加到每次加 F30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到底是在打的signal，听到声音而已，而且完全是没有那种感觉是播下来的。它没有那个 click， 没有那个 click。哇，全部都是宝马、奔驰耶，玩完了你以为？我虽然是我虽然是开着旧宝马，但是还是一个宝马。讲真的，宝马就是宝马。第一次坐在隔壁然后就发现到很多东西都没有对着你。比如说这些 aircon 啊，都是我们 driver 来操控，他比较偏向我，他就坐在那边就。有点不太习惯，有点不习惯。对，如果是关掉 aircon 或者开冷气的话呢，都会有分别在动力上面哦。tuner 有说要不要试看关掉冷气或者开冷气来 tune 一下来跑一下 dyno 看看，结果是真的是有分别的哦，差10匹马力哦。因为我在驾车我会有发现到，当我盯着油门的时候，aircon compressor 在行驶的时候啊，它会有那种吃掉那个动力的。所以在这代的非独立式的压缩器的话，会有那种感觉，就好像你们讲 MIV 小型的车啊，都会有这种类似的。一关掉冷气的时候，马力提升加5匹，5 speed， 差一点点进到6 speed 哦。终于解脱掉那个塞车了啦，爽啊！80了来。哇，做不到那个我的脚一直翘到旁边，要做 heel toe 的时候啊。哇很有力哦，它的低扭是非常的好因为听讲之前没有 Single Venos 之前的它的低扭比较差一点是吧？对，它的那个低扭要比较高转才来，
才有来。OK， 终于走到很顺了，很喜欢它的那个方向盘呢，很直接，小小力这样，因为它是 hydraulic 啊。关掉冷气，直接关掉冷气，开窗。哎，不敢开太大啊。如果要40到100，你可以直接拉到6800。6800这么高，但是你的 graph 好像是来到它的那个6000 top Thank you horsepower 到6000哦。打路哦，100哦，大压位耶，大压位，有大压位。哦，120的时候大概3000转，准。它的换挡的话很扎实耶，如果我快速换挡，我很知道我自己在什么档位耶，还不错嘞，蛮好加一些它的动力。它的动力跟它的 cornering 是可以讲是 balance 的。看一下啊，我现在是120过这个弯，说法还是感觉到它的这个车身哦，很扎实耶，那底盘。方向盘是在高速上面有一点轻啊，因为 hydraulic 嘛，但是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感觉，就是随心所欲，这样就随随便便就摆事了哦。盯一下，这 SSR 700调的不是最硬的，所以还是很舒服哦。说法也没有翘到半死那种。这种车我觉得很难会慢下来了，真的，你叫这种车 ，OC 车。660了真的不是开玩笑，这样子。如果你每一下都 red line， 其实3号牙就已经150了，150了啊，3号牙就150了。所以我平时在 City Drive 都很少上到4号牙，就123。不过我有一个坏习惯是，每次我加 City Drive 我就很喜欢2000转就换牙，我要省油嘛，因为我慢慢加嘛。可是这个它最省油是在2500。2500，你 partial throttle 是吗？它那个油耗它会给你知道它大概在9跟10之间。看那个表，对，看那个表啊，它最省是在2500。现在我的油门踩一个大概28先这样啊。哇，20 liter per 100 km， 自由，所以你真的是要很看油门哦。对，现在是10，我现在放到多少？8这样啊。可以啦，8是下山的时候了。那我看我上山的时候会慢掉哎。现在是多少？8。还是没有力哦。对所以你是打95吗？95的。那95的话，打满的话是多少公升啊？打满的话，这个缸是60公升。喂，很大耶，60公升，然后打满可以走大概440到460公里了。manual 就是有优势啊，很容易上手，这很容易上手。后驱车就是一个好的是哦，我们过弯啊什么的转向都很精准啊。推头的迹象应该比较少，不过车头很重一下，我感觉到。对。是很重，因为我引擎很大副，所以为什么后期了 F30就换上了4缸的2.0公升，它可以做到前50后50的那个重量比。它这个也是前后50，只不过可能它就是那个引擎的换了，可能就会有一点重量在前面。所以我感觉到会有点重。原本 stock engine 都已经在192公斤左右了，只是要 full engine 罢了，还没算压箱。那副压箱也是很大副啦。它是 ZF 还是这个 5 speed？对 ZF 来的。它有 ZF 有 Getrag， 可是我这个没有记错是 Getrag 220。Getrag 的。对，我看到 Wikipedia 是有这样子写。对 ，ZF 是好像 M3 是用 ZF。这样子。
这个我也不大清楚啦。那些我有玩 BM 的朋友，他们比较清楚一点。哇，很爽哎！我要过弯，not bad 哎，车轻又少，又感觉车身呢蛮轻盈的。2700mm 的一个轴距，比我那天驾的 IS250还要短一点。IS250 2730。那个油门直接到来。如果你过这弯，你是有拉在4000、4500之间会更爽，是吗？那个怎样说呢？它的动力接得上。动力，因为那边是它的 peak top， 所以它的拉着的那个 lateral 机会比较大。刚刚我这样子驾哦，完全在2000到3000转左右都没有压力耶，这辆车很顺。如果你讲4000转，是啊，刚刚我做0到100是有 feel 到。看来啊，4500了，我那个油门只是要踩一点点罢了，然后去了，对，已经130了嘞，我不是开玩笑的嘞。等下我们前面试一个大弯，如果能够140过弯，这辆车已经是很棒了哦，在这个弯，通常120已经是很 OK 了的。我们试看140啊。轮胎有一点抓不住地，胎压没有很好，中国胎压。对，它的车很定哦，只是轮胎感觉到好像有点要出去了。要丢那个尾巴了。感觉到这个车要玩漂移会更加好玩了。可是就要有 LSD， 要不然你就把后边副lock副 lock 要副 lock。不然就很难飘。这个是 open diff， 就不能飘。很爽哎，没有什么车哎。我想玩一些弯道容易。not bad man。这样有没有试过那个屁股甩尾？有试过，然后就很多次哦。有一次是在云顶下来转360度，幸好我没有车。下雨还是下雨。下雨那个这个胎压雨天真的不是很行。中国胎压，如果真的想玩的话，真的是放好一点的胎压会比较安全啊。对。不过是的确，我感觉到车身动态来说，车身很稳定。只是欠一个好轮胎 ，OK。那我们来到这里三角石，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了哈。下个影片 Part 2呢，就会把这辆车给看上云顶上去了，所以还等什么？赶快订阅还有按赞哦。所以我们这个影片就要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洞不知道补了没有啊？这个洞没有补，你看还是很大力。哎呦，爽！我开始习惯了。哇，那个声音好听。有没有一点 M3 的感觉？这个还好。好了，非常感谢 Aaron 啊，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你。哇，这个车好玩呢，真的，大概10多20千可以买得到。这多20千就是比较好一点的啦。如果你是说要买回来自己砸几千块都买得到，但是要买美诺嘞，美诺的话就贵，一定是过万。对，它贵过买 Auto 是不是？Auto 的话在8、9千 ，condition 没有很好的，都已经买到一个2.5的了。无灯调节还有那个米德的亮度哦。据说以前的宝马操控才是很棒的，很多人这样子讲啦，所以我们等一下试一下上路就知道了。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期的 POV 再见，拜拜。